各位听众好，欢迎来到中国真相，我是豹哥。每天一个中国新闻，带你看真实的中国，听真实的新闻。欢迎留下你的看法，您的点赞是我最大的支持，谢谢。今天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在中国国内疫情基本结束之时，中国迎来了追思怀远的清明节。中国国务院4月3日晚接习近平紧急密电发布公告，决定2020年4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在此期间，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致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从上午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作为中华传统节日之一，清明节承载着人们对逝去故人的祭奠和思念，对礼俗社会人伦情感的尊重，因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节日。清明节祭祀先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环节，也是中国传统礼俗文化不可或缺的功能。清明节祭奠先人是不可或缺的传统习俗，但祭祀的方式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往年不同，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节奏。虽然当前国内疫情传播被基本阻断，但境外疫情仍在疯狂肆虐，无症状感染者等国内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仍然存在。在这次巨大的疫情灾难面前，不少家庭失去了至亲。更让全世界应该感动的是，中国还有一大批医护人员，他们以逆行践行使命，用生命守护生命。有的医生在疫情早期不能前去武汉抗疫，甚至自己开车偷渡进武汉。当然，中国也为了这次疫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虔诚祭奠所有在这场战役中逝去的英灵，同时也衷心祈愿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国家都从疫情的阴影和恐慌中走出来，带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收拾行装，重新出发。天地清明，人间有情，气清景明，万物萌发。这是生命轮回的节令启迪，正像这段时间我们常用来相互告慰和勉励的那句：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失败。第一阶段，1月初，美国政府态度及举动。从1月初首次了解到新冠病毒在武汉传播，直至月底，美国政府将这一病毒视为可控的小威胁。他们多次向公众保证，至少在美国国内，美国人面临的风险很低。实际情况，在1月中旬，新冠病毒已明显蔓延到中国以外的地区，泰国、日本和韩国等国也报告了病例。1月17日，美国疾控中心 CDC 开始在美国3个机场对曾赴武汉旅行的旅客进行筛查，但那时美国肯定已经存在了病毒。美国在当时只有少数的确诊病例，但几乎可以肯定，西雅图地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区传播。第二阶段，1月27日起，美国政府态度及举动。从1月27日成立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和1月31日宣布美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开始，联邦政府启动行政、法律和监管疫情大流行应对程序，并禁止在中国大陆旅行的外国人入境。美国疾控中心决定完全依赖美国国内研发的检测方法，2月初开发了检测试剂并分发给实验室，但大约1周后，其中一种试剂被证明有缺陷，这意味着大多数实验室无法继续使用疾控中心提供的试剂盒。实际情况，第二阶段最重要的是，任何有效的应对都将依赖于检测能力。截止2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已向世界各地数十个实验室发送了成千上万的检测试剂，但在发现美国疾控中心试剂有缺陷的至少2周内，其他的替代检测方法要么被忽视，要么被现有的法规所阻碍。尽管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发布的紧急使用授权是为了促进快速检测，但很快我们就发现，程序实际上大大阻碍了大规模有效检测。疾控中心向各州和地方官员保证，到2月底检测能力是足够的，但是报道指出，当时进行的检测不到500次，由于没有大规模进行检测，公开的确诊病例数非常低，这就为坚持现有的检测制度提供了理由。这一阶段几乎持续了整个2月，在关键时期，这是损失掉的1个月。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强措施控制新冠疫情传播时，美国联邦政府和大多数州及地方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干预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到2月底，美国有24例确诊病例，而此时意大利已处于失控的病毒传播早期阶段，报告了近2000病例。第三阶段，2月底开始，美国政府态度及举动。第3个阶段始于2月底，当时美国疾控中心和食品药品监管管理局表现出了明显的紧迫感。2月28日，美国疾控中心扩大了检测标准。2月29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允许使用未经批准的检测试剂。从那时起，联邦政府已经开始纠正检测制度中的缺陷，旅行禁令扩大到在伊朗旅行的外国人。联邦官员更加一致努力促进私营部门参加应对危机，国会也通过了超80亿美元的补充拨款法案，以促进疫苗的开发和治疗研究、紧急远程医疗和准备工作。实际情况，尽管检测最终在这一阶段得到扩展，但是美国的管理部门也坚称已经足够，可是真正的可用性仍然非常有限。第4阶段3月11日起，美国政府态度及举动。这一阶段可以追溯到特朗普3月11日的全国电视讲话和他3月13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我们终于看到联邦政府尽全力加速大规模检测，提高医疗设备的可用性，并鼓励所有美国人从根本上改变行为以阻止病毒传播。美国也先后对曾在欧洲大陆、英国和爱尔兰旅行的外国人实施了进一步的旅行限制，包括国防生产法案在内的各种紧急权益被激活，商业检测很快获批，大规模检测终于可以成为现实。实际情况，
这有助于揭示为什么3月美国疫情会快速蔓延，确诊病例迅速增加，3月5日破百，11日破千，18日破万，27日超过10万。这一部分反映了美国的检测能力已开始追赶上了现实情况。以上的分析到此结束。其实不止老美，很多西方、南亚、南美国家都出现了很大的失误。有中国网友质问，为何外国连中国的作业都抄不好？是的，我们现在担忧这一切，还没有包括印度阿三兄弟，担忧非洲落后国家。这终究是一场全人类的战役，希望全人类能够团结起来。如果你想听我说更多关于世界局势的问题，欢迎点赞、评论、留言，谢谢聆听。